本周起，来自沙特、巴林、科威特、阿曼、土耳其、伊朗6国外长以及海合会秘书长相继访华。2022年，中国主场外交以中东国家外长和地区组织负责人的到访拉开帷幕，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同上述国家保持高层交往，将对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做出有益贡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发布消息，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邀请，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分别于本周3和周5对中国进行访问。王毅将分别同两国外长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针对中土关系，中方愿同土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同日宣布了阿卜杜拉希扬外长访华的消息，并表示，阿卜杜拉希扬将与中国同行讨论各种问题，其中之一是两国25年合作的全面计划。伊朗驻华大使克沙瓦尔兹扎德还在推特上发文称，伊朗外长将访问中国，这对目前的形势非常重要。外交部强调，针对中伊关系，中伊将在近年来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沟通和协调。土耳其仍然是要围绕着2023和2053战略愿景，把它的中间走廊计划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进一步的进行对接，拉动土耳其经济的发展。伊朗去年与中国签订了25年合作规划，需要把这个规划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者方案，他们都有这个迫切需求。再加上伊朗、土耳其与海湾国家关系有比较明显的改善，那么他们这个访华与海湾4国外长和海合会外长访华形成了时间上的重叠，也就变得不那么敏感了。本周内，6个中东国家外长接连访中国。周一、周二2天，王毅在江苏无锡分别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举行会谈。此外，科威特和阿曼2国外交大臣也将来华访问。外界也将此次大规模外交互动视为相关国家对王毅在去年3月的中东6国之行的回访。当时的访问也创下了中国外长一次访问最多中东国家的记录。王毅还在访问中提出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5点倡议，包括倡导相互尊重、坚持公平正义、实现核不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展合作。周三，中国外交部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处发布联合声明，就提到重视王毅去年3月访问时代表中方提出的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5点倡议。声明指出，双方一致同意：一、尽快建立中海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领域，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应对当前挑战，实现共同发展，服务共同利益。2、尽快签署中海战略对话2022年至2025年行动计划，为双方合作开辟新的前景，拓展更多领域。3、尽快完成中海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建立中海自由贸易区，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统筹推进双方经贸利益。4、适时在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召开第4轮中海战略对话，加强双方战略沟通，落实双方发展规划，规划中海关系与合作未来发展。这个恐怕是在中国与海合会关系史上，他要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我认为这4个领域的共识啊，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我非常看好中国与这6个国家以及海合会的关系。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无论是海合会国家还是土耳其、伊朗，都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同上述国家在各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为各自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知名公众号牛弹琴周三发文指出，此次6个中东国家外长接连访华尤为特殊。首先，在非召开峰会的背景下，这样的密集度中国外交史上少有。外交无小事，这样安排肯定也不是无心。其次，来的都是中东国家，其中有些国家之间关系还很敌对，但他们都欣然访问中国。第三，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邀请中东国家外长。文章提到，新年伊始，中国对于中东国家的主场外交传递出丰富信息。首先，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体现了来华的中东6国对中国的特别信任。第二，根据会谈的内容来看，中东国家希望抓住中国红利和机遇，其中巴林外长就当着王毅的面感谢中国提供了2针疫苗。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外长相继来华的中东国家中，沙特和伊朗就是老冤家，土耳其和沙特也有摩擦。而中方智慧地将6个中东国家分成了3组，海湾4国是一组，土耳其和伊朗各一组。虽然他们彼此有分歧，但不妨碍皆为中国的好朋友。文章提到，显然这些国家几乎同时到来，也是希望中方不偏不倚，主持公道。路透社周二题为“中国井然有序会见海湾国家和土耳其、伊朗外长”的报道中就提到，这些国家外长相继访华的背景是，有关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会谈正在维也纳进行。王毅在同沙特外交大臣的会谈中就重申了中方的一贯立场。他表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必须得到维护，同时也应照顾地区国家的正当合理安全关切。中方支持海湾地区国家设立多边对话平台，联合自强，把地区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在积极推动伊核协议谈判的时候，就一方面强调伊朗他有权和平利用核能，同时他也要严格的遵守伊核协议。美国也要首先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样的话呢，使这个协议它的恢复履约成为一个可能，为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国际核不扩散事业做贡献。此次6国外长访华的背景还包括北京冬奥会即将召开，以及西方频繁炒作涉疆问题抹黑中国。但被外界认为最应该有态度的中东国家看法就和西方国家很不一样。比如费萨尔当着王毅的面说，沙特坚定支持中国在涉疆、人权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王毅也说，沙特作为重要伊斯兰国家，在涉疆问题上仗义直言，反对干涉中国内政，中方高度赞赏。王毅还强调，你是新年第1位访华的外长，体现了中沙高水平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东6国外长密集访华也受到美方的关注，并认为时机特殊。分析指出，当前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美国鼓动中东国家互相斗、互相博弈的策略越来越不受欢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些国家开始更多开展自主和积极的外交，一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得到改善，各国都想在新的地缘政治形成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形势下，这些国家现在更多希望首先能控制疫情，然后快速走出发展困境，在后疫情时代能够恢复经济，中国自然成为其重要合作对象。4个国家虽然都是美国的地区盟友，但是他们对美国的本质有深刻认识。地区盟友对他不信任，再加上地区盟友他自身的困难美国不能解决，那就要造成地区盟友他内外政策的自主空间的扩大，也就是人家也要寻求战略自主。这次我认为6国外长访华，就是或者同时是6国依据不同的人家自身利益，寻求和彰显一个战略自主的重要表现。经双方商定，中印周3在莫尔多会晤点中国一侧举行中印第14轮军长级会谈。分析认为，当前中印2国合作氛围比第13轮会谈前后有明显改善，会谈成果也有理由值得期待。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中印2国正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保持对话沟通，希望印方
能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边境事态尽快从应急处置转入常态化管控阶段。除证实中印在时隔3月后举行第14轮军长级会谈之外，王文斌的表态也对中印边境局势透露出一些积极信号。其中的“尽快”一词也表明，中印边境局势的稳定好转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双方保持克制和耐心。对于推动边境事态尽快从应急处置转入常态化管控阶段的表述，分析认为，中印两军在边境地区的对峙状态一直没有完全解除，在争议地区双方分歧较大，一线部队也没有脱离接触，因此依旧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双方的努力方向是如何加强对一线管控，消除因分歧演变为冲突的可能。去年10月，中印曾在莫尔多楚舒勒会谈点中方一侧举行第13轮军长级会谈。在这场会谈中，中方从维护中印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出发，为推动边境局势缓和降温做出了巨大努力，充分体现了诚意。但印方却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使得中方在会谈后发出警告称，希望印方不要误判形势，珍惜当前中印边境地区来之不易的局面。而在中方发出严正警告之后，印方一改此前的趾高气扬，主动提议举行新一轮会谈。应该说，过去13轮这个军长级的谈判对话，对那个缓和现地的紧张局势，共同寻求维护边界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主要就是保持了这么一个沟通的一个畅通的渠道，第二个呢，增加了各自就是对这些问题的那个看法的了解，这个呢是有助于防止误判误读。第三个呢，就是共同就如何管控这个现地形势，特别是维护边界地区的那个和平稳定，做了有益的探索。分析认为，当前中印两国合作氛围比第13轮会谈前后有明显改善，这主要表现在高层会谈、国际事务合作、经贸往来以及军事互动4个方面。首先，去年11月下旬，中俄印3国外长举行第18次会晤，并发布了3国外长联合公报，成果是显而易见、积极有效的。其次，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中印作为最大的2个发展中国家也进行了合作。在备受关注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达成的最后一刻，印度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将此前草案中的淘汰煤炭的条文修改为逐步减少煤炭使用。从逐渐淘汰到逐渐减少，差别虽然细微，却代表着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并肩争取自身利益的努力，体现了2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属性。此外，2021年中印2国贸易额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这表明中印经济互补性较强，2国商界的合作不仅未因冲突和疫情受到明显冲击，而且还稳中有进。而彭博社近日还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印度正考虑放宽对一些中国投资的限制。去年12月，印度国防参谋长拉瓦特因空难去世后，中国国防部及时向印方表达了同情和慰问。今年元旦，中印2国的士兵们在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地区互相致以新年祝福，并交换糖果。这表明当前中印边境局势不像西方有些媒体渲染的那样，而是处在一个稳定可控的态势之下。这同时也为第14轮军长级会谈创造一个善意的氛围。不过，这其中也出现了杂音。新年伊始，戍边烈士萧思远生前所在连队收到了一面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过的国旗。喀拉昆仑山谷的解放军边防战士对着这面特殊的国旗宣誓，以践行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誓言。中国军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展示国旗并宣誓，印度最大反对党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第2天却在社交媒体上将此正常之举妄称为入侵，并敦促莫迪政府在此问题上打破沉默，回应中国。不仅如此，对于中印士兵在边境互换糖果、表达新年问候的积极互动，印度反对党也拿着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大做文章。我们的陆地国界法的颁布实施是我们为了维护我们的主权领土的完整，为了更好的加强我们的边防，
加强我们的那个边界的那个管理。更重要的是，是依法治国并不是针对特定的国家。印度的反对党他炒作这个问题，用这个问题向莫迪政府进行施压，那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那么2022一开年，中东多达6国的外长密集访华，那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从1月10日开始，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沙特、巴林、土耳其以及后续的科威特、阿曼、伊朗等国的外长要举行会谈。中东国家的外长扎堆访华，构成了2022年中国外交的一道风景线。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呢，去年王毅7天访问中东6国，同样构成了2021年中国外交重要的内容。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互动与联系愈加的密切，从高层的互动也能够反映出来。今年中东外长包括海合会的秘书长开年受邀回访，外交互动已经常态化和制度化了。这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去看来访的中东6国的外长以及海合会的秘书长，在中东地区分属不同的类型。但能够集体访问中国，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与这些国家都是朋友和伙伴。王毅国委在去年中东6国之行呢，也是无差别的，充分考虑了中东秩序的现状。其次，中东地区秩序处于历史性的变局之中，各国希望中国扮演重要的角色。中东地区秩序在相当长时间呢，是一个被塑造的秩序。冷战期间是美国和苏联，冷战后的几十年，尤其是海湾战争之后，美国是深度的介入，伊拉克战争之后更是要求要改造中东秩序。伴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进行战略调整，中东地区获得了一次由区内国家共同塑造地区秩序的机会。沙特、土耳其、伊朗是中东地区的大国，地区大国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对于地区秩序的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与中东地区大国之间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充实合作内容，就是扮演中东秩序重构的建设性的角色。最后，中东地区面临着安全、发展等多重考验，尤其是疫情、能源价格波动之下，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对于中东地区的发展和繁荣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向中东国家提供了疫情防控的援助和支持，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和消费国，稳定国际能源市场的价格对于中东石油的生产国和中国的能源消费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此外，中东产油国，尤其是海合会的成员国，都提出了经济转型的计划，摆脱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建立更加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如何去实现这样的愿景，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视，也是难以绕开的。中国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建设者，有助于中东地区的繁荣和发展。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中东地区积累起发展的动能，实现地区秩序的重构和转型。另外，中印两军在边境地区举行第14轮军长级会谈，也在新年伊始启动。那您对此怎么来看呢？相比于上一轮会谈，这一轮会谈之前的气氛比较好，印度方面对于会谈的态度积极主动。我们也期待双方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这其中涉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双方一线部队脱离接触。当然，这一目标从第10轮军长级会谈之后就已经提出了，需要时间和耐心。这也说明中印边界的问题高度复杂敏感，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最近2年，边境事务变成了中印双边关系的焦点问题，持续对峙对双方都不利。印度这次主动提出军长级会谈，也是近期中印关系调整的一个表现。印度在过去一段时间来呢，跟美国跟得太紧，打破了印度外交战略的平衡，其实呢是受损的。中国是印度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印度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发展经济还是首要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和逻辑。印度没有加入 RCEP， 但是并没有阻碍这一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协议落地生效。
看得出来呢，不管美国怎么去忽悠印太战略，东亚国家还是要发展经济的。从加勒万河谷对峙事件之后，中国捍卫和维护主权和领土的意志是坚定的。对于印度不合理的要求呢，中方也表明了严正的态度。国家战略意志呢，需要时间的考验，在熬时间的过程中，双方的底线和红线也会逐渐显露出来。对于印度提出的会谈的要求，中方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这也释放出来中方愿意积极务实维护边境局势稳定的诚意。好的，非常感谢孙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国台办周三举办新年首场新闻发布会，除了持续揭批台独给岛内政治社会以及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危害外，发言人朱凤莲重点描绘了两岸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光明前景，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月1号起正式生效，在大陆的台胞台企可以充分享受 RCEP 成员方关税及原产地规则优惠，打开更广阔的市场。今天国台办举行了2022年的首场发布会，我们能感受到不少的新的气象。那新的一年，两岸如何进一步融合发展是今天各方关注的重点。那我们注意到朱凤莲今天多次是提到台湾的前途、台湾人民的福祉系于祖国统一。那如此看来 ，RCEP 就是一个非常鲜明且典型的例子。大陆各项区域发展规划、支持企业融入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以及加快改革开放等诸多的红利叠加，将为台胞台企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我们呢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台商台企在大陆实现稳定良好的发展，欢迎更多的台商台企来大陆投资兴业，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追梦圆梦。深圳卫视注意到，民进党当局无视两岸融合发展的大势，妄图通过各种方式使两岸经济脱钩，但却被岛内财政主管部门近日公布的一系列数据狠狠打脸。数据显示，2021年台湾对大陆出口规模居各市场之冠，占总出口比重42.3%。去年台湾对大陆出口值达1889.1亿美元，进口规模为841.7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这组数据呢，再次的表明，台湾经济增长呢是有赖于两岸经贸的合作，加强两岸经贸合作，台湾经济才能够发展，台湾民众才能更多的获利受益。任何出于政治私利干扰、阻碍两岸经贸合作的做法，都是不智的，也是徒劳的。数据还显示，2021年1月至11月，大陆新设台资企业5923个，同比增长34.7%。2021年共有6家台企在大陆 A 股上市，截至目前总数已超过40家。观察指，这些数字彰显着两岸融合发展势不可挡，具有强大内生动力，是人为干扰和政治操弄阻挡不了的。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周三上午举行首次会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会议并回答议员质询。深圳卫视驻港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议员与特首就防疫、民生、香港国安法落实与北部区规划等重点议题进行了积极互动。林郑月娥表示，希望与议员充分合作，做出实际成绩。她还希望市民体谅和配合特区政府的防疫工作，共同遏制疫情。对于此次完善选举制度后首场立法会的第一场会议，外界给予高度关注。香港舆论界普遍表示，新选制新气象下，期待立法会回归正轨，为香港创出一番新气象。周三上午，香港立法会综合大楼会议厅内，直径达1米的国徽连同区徽一道高高悬挂，第7屆立法會煥然一新。會議廳內懸掛咗國徽同埋區徽，標誌住特區政治體系嘅里程碑。我喺餘下嘅任期會竭盡所能，帶領管治團隊同新一屆立法會衷誠合作，理性務實咁共同解決社會上一啲積累已久嘅問題，等市民肯定同埋認同經完善嘅選舉制度，等到社會能夠齊心同行，開創未來。
首场会议持续了2个多小时，林郑月娥首先用近30分钟向议员们介绍了未来特区政府工作的3个重要方面，包括行政立法关系、北部都会区发展、特区政府架构重组方案等，并计划向立法会提交逾40项立法建议。林郑月娥同时强调，目前最大的任务是防疫，因应疫情防控考虑，多名议员听从立法会主席建议，改为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今天会议的原定时间是从11点到12点，但议员们的提问呢是非常的踊跃，特首的回答也是详尽细致。快到12点的时候，只有3位议员进行了提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呢就问特首会议能不能延长15分钟，特首就笑着说没问题，延长半个钟都没有问题。那最后呢，会议是在1点04分结束的，延长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我观察到呢，议员们的提问呢是非常的频密，会场的气氛也很严肃，但整场会议呢，并不是对特首和特区政府的刁难和指责，而是善意真诚的监督和提醒。议员和特首们的交流沟通都是十分顺畅的。整个质询环节共有17位议员依次就防疫、住房、香港国安法落实与北部区规划等涉及香港民生与两地融合发展的重点议题进行了提问。其中，特区政府疫情防控工作最受关注，多位议员都围绕近期疫情变化，结合具体措施建议向特首提問。特首面對 Omicron 真係要最嚴厲嘅防控措施，長痛不如短痛。政府有冇能力做到以上2個建議，立即切斷傳播鏈，令我哋可以趕喺農曆新年假期之前趕走呢個病毒？抗疫嘅工作都係要切合香港嘅實際嘅情況，咁所以每一個措施亦都冇可能做到滴水不漏。今日未去到呢個地步，要採取你剛才講嗰種咁絕對嘅措施嚇，因為又係唔知帶嚟嗰個後果又有幾嚴重。針對葉劉淑儀議員在質詢時關注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的時間表，以及立法時是否會參考外地先進經驗等問題，林鄭月娥表示，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不能再拖，已要求保安局全情投入立法工作，參考海外及本地的案例及經驗，爭取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制定立法框架，給予社會討論。此外，林鄭月娥在向議員介紹北部都會區多項關鍵項目進展時提到，發展局已將新田科技城及羅湖文錦渡綜合發展樞紐納入研究範圍，而另外有關擴大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以及古洞北新發展區的研究會在今年內開展。社區設施方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已經與醫管局商討，日後將在北部都會區內擴充及興建3間醫院。林鄭月娥還表示，稍後將到訪深圳，與深圳市領導交換意見，討論落實3項跨境鐵路項目。可以看出呢，議員提出的問題呢，基本就貼合了現在民眾呢最關心的問題。所以我想從這些問題呢，也可以看出呢，新一屆立法會呢聚焦的都是一些貼近民生，專注於香港經濟民生發展的這些問題。部分議員在會後見記者時表示，此次參會最大觀感便是在愛國者治港原則下，立法會首場會議上，行政長官問答進行十分順暢有序。咁今日無論係議員們，我哋啲同事嘅問同埋特首嘅答都係言之有物，個程序非常暢順，係第7屆立法會一個非常良好嘅開端。而家係一個愛國者治港底下嘅立法會，我哋確實咧需要行政長官同埋整個問責班子，以至係政府帶頭，同立法會建立一個新型嘅行政立法關係，讓到我哋喺愛國者治港底下，行政立法咧係可以互相配合，又可以互相監督。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可以喺呢個新型關係底下咧，係開創良政善治嘅新格局。好，相關的話題馬上來連線特約評論員陳斌。陳先你好，那麼新一屆香港立法會首場會議今天舉行，那您觀察到有哪些新氣象呢？主持人好，新選制下選出的第7屆立法會有諸多新的氣象。那麼從我的觀察看呢，起碼有5點。首先呢，這個議會廳的佈置煥然一新，立法會會議廳呢懸掛着國徽和區徽，直觀地顯現出一國兩制、愛國愛港。議員們呢，既要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要堅持香港基本法，香港民主呢也會回歸正道。其次呢，第一次開會便體現出求真務實的風格，
重点讨论的呢是疫情防控。这个防疫呢是香港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儿，而香港呢又是国际化城市，那么与世界各地呢紧密联系。议员们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比如说呢安心出行、实名登记，等等这个防疫的措施，都旨在解决这个实际问题。那么过去的泛政治化流弊呢不见踪影。第三呢，议员们以大众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防疫动员也挺新鲜。这个议员们呢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进行快闪合照，呼吁市民呢尽快打第3针，这个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香港。第四呢，从议员和大众的互动之中，呈现出民主的全过程和经常性，民意呢在立法会中流动。有些议员呢在为人才培养提出具体的方案，有的呢为恢复疫苗接种中心而与特区政府交涉，有的呢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民众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最关切事项，并且呢从专业角度向政府提供解决之道。这些呢都聚焦经济民生，这正是议员的发力点所在。第五呢，特首在接受议员质询的时候，呈现出政府与立法会合理解决问题的态势。特首和议员之间呢，有赞成也有反对，有建言也有批评。比如说呢，议员质询疫情下的还本不还息政策是否延期，特首直言不确定，需要深入研判。旅游界议员呢，感谢特区政府的抗疫基金支持，但是特首呢仍然承认这个旅游业并没有复苏，这个支持旅游业的进一步方针呢将会公布。特区政府和立法会之间的互动，包括呢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是民主健康发展的意义所在。那么对政策细节的较真，体现出了良政善治的精髓。新选之下选出的这个立法会首场会议呢，我所看到的是正民主新风尚。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在接受议员质询时说，要抓紧时间做好基本法23条立法。那么您认为她在任期内能够完成吗？基本法23条立法呢，在香港曾是大热点，曲曲折折，现在呢到了必须完成的时候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23条立法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能否完成这项立法呢，现在还不能够确定。但是呢，可以确定的是，本届政府这个届满的时候呢，是能够提出立法框架，也就是立法草案，叫立法会审议。林郑呢，在立法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他呢是希望法律可以订立得更好，就像香港国安法一样，可以起止暴制乱、定海神针的作用，不能够再拖，并且呢，也要求保安局这个全力以赴与立法工作。他呢也强调，这个法律要立得好，才能够确保成效，要参考海外及本地的案例及经验，所以呢，立法过程仍然是复杂而艰巨的。从林郑的回应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去年10月传递的信息看，23条立法呢将包含7项罪名，会精准研究，这个仔细打磨，能够呢在本届政府届满的时候完成法律草案，供讨论展开咨询。我个人的预判是，如果进展顺利，7月前呢会完成23条立法。如果呢需要进一步的修订法律文本，那么在年底前呢是一定能够完成的。好的，非常感谢陈斌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国家卫健委通报，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周二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21例，其中本土病例166例，分别是河南118例、天津33例、陕西8例、广东7例。深圳市卫健委周三晚间通报，深圳当天新增1例确诊病例。自上周五以来，深圳累计报告病例13例，属于同一传播链。而根据世卫组织通报的数据，当前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亿。累计死亡病例超549万。世卫组织专家警告称，未来6至8周，欧洲或将有超1半人口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目前，河南面临德尔塔和奥密克戎毒株输入疫情的双重挑战，疫情波及7个地市，其中郑州、禹州、安阳3地相对严重。上周六从陕西赴河南调研指导防控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强调，奥密克戎毒株传播快、传染力强，各项举措落实得快，才能跑赢病毒。
要进一步提高核酸检测、流调排查的效率，采取严格的社会面管控措施，尽快阻断传播途径，严防疫情外溢扩散。河南省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许昌市公安局周三通报，经公安机关调查，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区域负责人张某东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禹州市公安局于本周一对张某东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根据金域医学官网介绍，金域医学是一家以第三方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业务为核心的高科技服务企业。针对警方通报，金域医学同日发表声明称，今年1月2日，郑州金域接到河南省许昌市下属禹州市卫健部门的通知，要求参与禹州市疫情防控筛查。郑州金域当地区域人员立刻投入工作，并从郑州调拨相关技术人员和大批量物资参与禹州市疫情防控筛查。1月10日，公司当地工作人员接受公安机关调查问询，目前仍在调查阶段，未有结论。有关郑州金域一员工涉嫌违法一事，金域医学正在调查具体情况。面对来势汹汹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我们是第一次亲历奥密克戎病毒感染的新冠肺炎。从目前来看，它的隐秘性更强，传播性更强。针对奥密克戎是否会更容易传播给儿童，张伯礼表示，本轮新冠疫情的患者人群开始是儿童比较多，现在看成人不少，所以这个病并不是儿童易感，只是因为最初的爆发地是托管班，后期成年人、老年人发病趋于常态。主任医师进去了，并且主任4个里边有3个儿科主任医师，都是我们水平比较高的。我们给他们的任务是一人一策，尽快把孩子的这个病症给控制住。国际方面，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导致欧洲多地新冠感染率急剧上升。法国、丹麦、希腊、克罗地亚等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当地时间周二，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鲁格对疫情形势发出严厉警告。50 of the 53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have now reported cases of Omicron. At this rate, the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forecasts that more than 50%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 will be infected with Omicron in the next 6 to 8 weeks. 当前欧洲总人口约7.4亿，根据克鲁格的说法，这也就意味着近4亿人可能感染奥密克戎。克鲁格还表示，最近几周的数据证实，奥密克戎不仅具有更强传播性，它的突变还使其更容易粘附在人体细胞上，所以接种新冠疫苗很重要。美国的疫情形势也非常严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美周一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近150万例，再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尽管如此，但受疫情政治化的影响，大量美国民众仍拒绝接种疫苗。目前，全美医疗系统已经面临人员短缺困境，各地的医疗人员再次呼吁应尊重科学。 Let me say that again because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part of this. I need people to follow this science, get vaccinated, get boosted, get your kids vaccinated, get your kids boosted, because the health system long term cannot sustain a high unvaccinated population.